原来切凤梨这么简单的，根本不需要挖眼儿，也不要削皮，方法简单又省事，太棒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凤梨的价格真的不便宜，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去切的话，家里面没有专业的工具，很容易就浪费了一个凤梨。今天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不需要削皮儿，也能够轻松的吃到好吃的凤梨果肉。我们先把凤梨清洗干净，因为表皮会有脏东西、泥沙、灰尘。下面分享我们切凤梨的第一个方法，先把我们的凤梨这个叶子全部去除，再把凤梨从中间对半切开，切好的凤梨一分为二，放到案板上面，再按照我们这个纹路切，一直切一直切，切好之后再换一个方向切，也是像这个样子，一直切一直切。切好之后就可以装入盘中了。这样切好的凤梨就像吃冰淇淋一样，直接可以拿着吃，特别的方便美观，招待客人朋友比较有面子，也不用脏手，吃完之后这个小果核直接丢掉的。第二个方法，继续取一半的菠萝，这次直接从菠萝的1/2处再切开，用我们的果刀像这个样子切好之后，大约分成2公分的长段，全部切好之后也放入盘中，就可以摆入盘子里，摆的形状比较漂亮，像西瓜一样，对不对？我们直接吃，像吃西瓜，大口大口吃，也不会脏到我们的口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个方法切好的我们的凤梨果肉大小适中，也不会弄脏手，也不会弄湿我们的衣服，小孩子吃也像吃西瓜一样，简单方便的这个方法特别的不错吧。第三个方法，我们把剩下的菠萝上面插上筷子，我这里一共插了2根筷子，再用刀从筷子的中间我们一刀切下去，把果肉分成一块一块的，这样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果肉，对不对？这个果肉你是不是看着比较眼熟呢？像平时去公园玩的时候，大妈都是把菠萝切成这个样子，一块一块的去售卖，对不对？这个方法既简单又实用的。这个凤梨看起来也是很好吃的吧，里面是黄黄的，还是不错的。平时我们花了很高的价格去买我们的凤梨或者是菠萝，那么如果你不会切的话，就是比较浪费了，对不对？这个方法这3个呢都是很不错的，方法又简单又实用，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能够把我们的凤梨或者是菠萝切得又好看又漂亮又快捷，招待家人的客人都比较有面子，也不会弄得身上到处都是，很干净很干净的，对不对？凤梨作为是特别受欢迎的热带水果，不仅口感清甜，汁水丰富，富含了维生素、膳食纤维，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市场上的凤梨品质差不多，如何挑选好的品质、香甜可口的凤梨，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关心问题。下面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挑选凤梨的实用小技巧。1. 个头小的凤梨藏着很大的惊喜，大家买东西都喜欢挑大的，对不对？觉得大的比较划算，但是凤梨呢却例外。我的同事小王说他喜欢买小的凤梨，他说自己懒得挑嘛，差不多就可以，通常都是买小的。有一天他去公司，口袋里面拿了一个大小手拳头一样大的凤梨，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凤梨肯定不好吃吧，那么小能好吃吗？但是切开凤梨的那一刻，我们都傻眼了，甜度扑鼻而来，甜的我们吃上一口，整个人都能够眯起眼睛，汁水比较多。另外一个同事买的是大的凤梨，虽然肉很多，但是味道比较淡，吃着没有任何的品味。果农告诉我们说，个头小的凤梨生长的十分比较集中，
阳光照射更充足，所以口感更甜。大的凤梨都是催长的，看着比较好看，味道却是差远了。所以说买凤梨要挑选小的凤梨。2. 观察外观，看凤梨的形状。优质的凤梨通常都是呈现是整规的颜色，果形饱满且是圆润，上下粗距均匀，避免选择了那些形状怪异的、有明显凹陷的欧气的凤梨。这类的凤梨可能在生长过程中受到了不良的因素影响，内部的品质也可能欠佳的。检查凤梨的表皮，成熟度好的凤梨表皮颜色多呈金黄色的橙黄色，且是颜色均匀，表皮的果眼相对较小。若是凤梨表皮大部分为绿色，仅是少量的泛黄，说明了其的成熟度不够的，口感可能是偏酸涩。若是表皮的颜色过于深了，甚至出现了黑斑的情况，可能表示了凤梨已经是过度的成熟，开始了去变质，不宜去购买的。我们的表皮光滑，没有破损，没有虫子眼，这是选凤梨的标准。破损的表皮容易受细菌侵袭，影响了我们的凤梨的品质的保存时间。3. 带点青的凤梨，藏着恰到好处甜。我们的一个小姐姐告诉我，她喜欢吃凤梨，但她去买凤梨的时候从来不看颜色，觉得顺眼就去拿。上次买了一个凤梨是青的凤梨，我在旁边笑她说肯定没有熟吧，结果切开之后，那一股香甜的味道满屋都是，而且又甜，果肉又多，甜的恰到好处。后来问了水果店的老板，加上了网上搜查一下才知道，凤梨成熟是从我们的底部往上晃的，金黄的底部已经是过熟，反而不知道的是口感。这位姐姐选的时间呢，选的凤梨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了青的凤梨，它的口感更甜，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价格又优美。除了上述的讲用了一些我们如何去挑选凤梨的方法，不同的品种凤梨挑选的有一些技巧，比方说金钻凤梨甜度高，选择的时候看一下表面的金黄度，通过气味判断也是不错的哟。牛奶凤梨口感细腻，挑选的时候参观一下外观手感，还能够观察是否带有奶黄色的色泽。好了，今天分享的切凤梨的方法朋友们都学会了没有？喜欢的话可以试一试哦。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谢谢大家，我明天视频再见。